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2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54.86，收盘价是250.74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9.45，最低价是在244.4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个交易日 K 线最高的上方，也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5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25 倍量增。KD 值，快线是上穿了慢线，那么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上行的走势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开始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，下影线略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反弹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，那开盘之后股价便开始下行，回补由于跳空高开盘而产生的这个缺口。那下方呢是在245附近遇到了支撑后，然后呢股价是被迅速拉升，那一度是站上了20日均线值。上方呢在260附近是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呢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高位震荡。那么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，又回到了20日均线值的下方，生成了一根含有长上下影线的红 K。那说明当日在盘中股价是发生了剧烈的震荡。那空方呢是守住了262这个位置，那多方呢是守住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44附近。对，那最后我们也会看到收盘价是收在了250上方一点，那说明当日出现这样的一个剧烈震荡之后多空双方的实力是均等的。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那日后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多空双方仍然会争夺262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从单一 K 线而言，那在4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叫带有大的成交量的锤子线。那通常锤子线抱有大量，然后再反弹的高位，那这说明股价是要有回档的一个走势。也就是说日后股价如果是低开低走，那么股价呢将会有一个回档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的走势的一个判断。那么好，我们再说说股价有没有继续反弹的可能。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高开高走，股价在接下来的交易日能够站上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能够站上260或者262这两个或者这个区域，那么股价呢才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，否则股价是很容易在这个区域出现回档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单一 K 线而言的。那么从 K 线信息解读，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会有一个回档的走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
日后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反弹。收盘价我们给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在240，另外一个是在255附近。那么另外一个下行的可能呢，我们给出的判断是收盘价会在231附近。而实际在4月23日收盘价是在250.74，股价是出现了上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上行啊，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预测的相差较大，那么但是呢，实际的走势和这个收盘价的性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股价都是在前高之上。然后呢，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们预测的255啊，就是说，如果出现大幅的上涨，是应该是一次就站上3条均线值，而实际发生的是在250附近收盘价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股价预测的一个回顾。股价现在出现了反弹，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4月2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92。那目前在到达它之前，股价要想继续反弹到达292，首先要突破260到262，也就是这个区域。那我们会看到，正好是这3根红 K 的它们的最高。那么这个区域如果能够被突破，股价才能够去测试274。那274如果能够被站上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去到达292。否则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在262这个地方不能突破，或者说是继续反弹而不能突破274的话，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做头而出现股价继续回档。所以说目前来说，我们认为从260到274这个区域啊，股价的反弹在这个区域是很容易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的。好，那这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强压力区。好，那么如果股价日后能够站上292，我们会看到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这样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站上这个最后的一个头。那么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分别是304和367，当然还有420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几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的下行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14。那股价要到达214呢，目前的一个强支撑仍然是4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24。那么股价只有日后跌破了这个位置，才有可能会到达214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自4月10日以来，这个股价的走势呢，一直是在这根绿 K 实体的范围内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。那么仍然这个母子怀抱的变盘的 K 线组合啊，目前仍然是没有被突破。所以说股价目前如果在这个地方做头出现回档，那么224依然是强支撑，然后只有突破这个位置才能够会到达214。好，当然我们说在到达224之前啊，还有这个缺口，还有5日均线值都会成为一个支撑，但是这2个支撑呢，我们认为强度并不大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的几个关键的标志位。那如果214被跌破，
那股价我们会看到将会再次出现新低，那也就是会继续延续特斯拉股价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。第二个目标就是182，182如果被跌破呢，那么下方第三个目标就是138，138我们认为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214的话，那也就是说将会瓦解这个长期的多头趋势。那么跌破了214，我们认为股价的目标就是138。好，但是之前我们几次视频曾经都给出过，这一波股价下行，我们认为在160附近会是一个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24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是在244附近。好，那在4月23日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。那么到了4月24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，它也正好是在250整数关口。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在盘中如果股价能够在250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有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的走势。好，这是观察位。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仍然有一个10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52，分别是在4月7日5%进场，在4月9日收盘价5%加仓。那么之前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224，那么到了4月23日收盘价是在250.74，在这个位置对于这样一个仓位，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在反弹的高位出现这样的一根锤子线，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，那通常日后都会有回档的表现，除非有继续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去推动股价，否则那么股价通常是要有回档的走势的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那么到了4月24日这10%的仓位，我们仍然给出止损位是守224，这是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最高260到274，这个区域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224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2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252到253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60到262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第三个压力位是274，第四个压力位是285，第五个压力位是292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它的范围是从245到248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41到244，它涵盖了下方的这个缺口。第三个支撑是230，第四个支撑是224，第五个支撑是21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3。
下方最低会到达240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6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8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61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58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267，收盘价会收在265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继续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